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李沁新剧与肖战再续前缘，及其顶流男友为何仍孑然一身？尚未播出之前，年代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的男女主角就引起关注。毕竟李沁和肖战的名气都很大，而且早年还赚过绯闻，如今两人合体拍戏 ，CP 粉大呼过瘾。只是如今该剧已经播出过半，大家却发现女主角李沁的戏份并没有想象中多，甚至还被女2号、女3号抢了风头。但是说实话，同样是年代戏，李沁的造型可比前段时间热播的《人生之路》好，至少不美黑就顺眼多了。其实纵观两部剧中女主角的感情都是很波折的，只是历经了大风大浪之后，她们都找到了心灵的皈依或者情感的归宿，人生走向圆满。而现实中的李沁感情故事却总显得有点扑朔迷离。她的长相自带柔弱苦情，但桃花却不少，合作的不少男演员基本都传出绯闻，但却始终没有承认任何一段感情。如今李沁已经33岁了，事业上被外界质疑被边缘化，感情上也没有着落，到底未来要走向何方呢？出道之初的单纯恋爱却无疾而终。李沁的成名故事不必赘述，她本是昆曲30年一遇的闺门旦，10几岁便被当作第5代杜丽娘来培养。她的长相自带清冷滤镜，气质非常独特，而且还是直男们喜欢的样子，曾在第6届虎扑女神大赛中击败娜扎，夺得冠军，因此能够走入娱乐圈也并不稀奇。改变发生在她17岁这一年，被李少红相中，三顾茅庐请来参演了新《红楼梦》中的薛宝钗一角，也因此认识了比自己小1岁的杨洋。当时为了拍戏，李少红将召集到的所有演员放在集训基地，因此他们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。大众之所以认为杨洋是李沁的初恋，可能源于他们在一起拍摄的不少照片。因为后来杨洋成名之后，每次和女演员合拍都会保持绅士手，但只有对李沁不是牵手就是搂腰，非常亲密。两人还被外界评为最佳荧幕 CP， 他们彼此也表示对这个说法很欣喜。2010年，杨洋开通社交平台，第一个关注的人就是李沁，后者同样。两人还在后来又合作了《花开半夏》，宣传期间也是各种隔空互动。到了次年，有网友巧遇他们在厦门逛街，杨洋也曾经说过自己的初恋是进入娱乐圈之后发生的，但后来在某次旅行中彼此发生嫌隙，后来不了了之。只是他们是否真的曾在一起，外界已经无从得知，两人具体是什么时候分开的，也众说纷纭。不过到了2013年，杨洋因为和女星宋茜合作新剧《减震奇缘》相识，不久之后他们还同戴一顶帽子，引发绯闻。自此，李沁与杨洋之间的故事便告一段落。虽然多年之后也曾传出复合的消息，但很快便被双方否认了。挥别了杨洋之后，李沁便在拍摄的电视剧《千金归来》中与男演员李某峰组成了清风 CP。剧中两人有许多亲密戏，如今再看似乎多了一些意味。李某峰因为 PC 事件沦为路人，这段亲密戏也便显得膈应起来，不少人都开始同情李沁。不过很快，他便迎来了另一段绯闻。2014年，因为拍摄古装剧《极品新娘》，李沁结识了比自己大4岁的男演员金世佳。当时的金世佳已经凭借《爱情公寓》中的陆展博一角成功走红，虽然不算大红大紫，但也有不少粉丝支持。两人的绯闻源于常被拍到私下聚餐，并且还在深夜同回一个小区，疑似已经同居。而且两人在合作完《极品新娘》之后，
又二搭演了原来你还在这里。不仅如此，他们也被拍到在毛里求斯结伴旅游，不过由于当时两人的热度都不算太高，因此也没有太大的水花。不过他们同样没有出面官宣恋情，但令大众惊讶的是，被拍到相拥回家不久之后，李沁忽然发文亲手拆 CP。有些人来到你的生命里就是给你上一课，然后就走了，也被大众猜测是在内涵男方。不久之后，金世佳便被拍到又带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模特盖月熙回家，坊间传闻正是他的介入，才导致李沁出局。自此绯闻不断，却为何均哑火收场。接连2段恋爱都不顺利，李沁一度将精力放在事业的经营上，于是在2016年，他开始转型，并接拍了年代大戏《白鹿原》，在其中饰演风情万种的田小娥一角。面对大众质疑自己苦情脸不性感，李沁风轻云淡的回应：风情万种有许多种，我也是其中一种。次年，他登上当时流行的恋爱真人秀节目《我们相爱吧》，与男星魏大勋组成一对，又留下一段绯闻。节目中，由于两人是 CP， 难免会被安排一起亲密互动和肢体接触，尤其是男方，甚至在尚未与李沁有过多交往之后，就借着剧本的由头对他索吻，吓得后者马上弹开。再比如，魏大勋会忽然借着帮李沁系围裙的机会，猝不及防地拥抱她，直到一起去游泳时，男方还时不时地掀开李沁泳衣上的披肩。由于当时李沁人微言轻，最终不得已按照节目组的要求，与魏大勋来了一个水下之吻。不过这对 CP 随着节目录制的结束，也走到了尽头，那之后两人再无交集。但在这之后的李沁却走上了冲击顶流的道路。他先后因为参演《楚乔传》《如懿传》等作品，逐渐被观众认可，事业也因此更上一层楼。但他的感情生活仍不明朗。拍摄《楚乔传》时，李沁与男演员邓伦再度传出绯闻。据说两人是在2015年拍摄《白鹿原》，后来他们又一起录制《爸爸去哪儿》5相识的。节目中两人临时充当了小山竹的爸爸妈妈，互动有爱， CP 感十足。当时的男方已经和前任金晨分手，感情上正处于空窗期，而他与李沁当时同在一家经纪公司，属于师姐弟的关系，私交不错。他们的绯闻起始可能是被网友发现共用同一个助理，之后又被发现连社交平台的背景图都设置成了 CP 款。录制《爸爸去哪儿》时，两人甚至发布过一篇同类型的动态，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， 也被人质疑是隐晦秀恩爱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在情人节时还被拍到一起聚餐，但是消息发布后，两人火速发文表明自己是单身状态。但是邓伦面对外界对于他与李沁之间的恋情愈转愈烈之际，曾经发文说不敢期待，只能等待，让人觉得话里有话。只是正当大家都在期待这对俊男劲女，女方的其他绯闻却被安排上了。与邓伦传绯闻的同一年，李沁因为拍戏结识了刚刚出道尚未走红的肖战，之后两人又合作拍摄了《斗破苍穹》这部电视剧，互动便开始非常频繁。李沁过生日时，肖战会发文祝福，甚至到了520期间，他曾发布兔子表情，李沁那边也马上用了兔子特效。到了2018年，坊间便传闻两人已经暗戳戳的在一起了，甚至还被发现相约一起去滑雪。但对于这个消息，李沁方面马上出面辟谣，但并未停止这段绯闻的发酵。到了次年，两人恋爱的消息被传得更离谱了。因为李沁早年管自己叫小飞侠，而肖战粉丝团体的名字也叫这个，不过马上便被双方的粉丝出面拆了。他俩一起拍摄《诛仙》时，花絮中的互动非常亲密。总之，
这对男女在一起时确实很般配，但从双方对彼此的态度来看，可能只是欣赏和好友的关系。毕竟他们毫不避嫌，又一起合作了如今热播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。3.33岁孑然一身，仍在等待真命天子。尽管绯闻如此之多，但到李沁的感情生活却一直都很迷离，没有定论。倒是2020年，他的工作室忽然将置顶了2年的单身声明撤了下来，导致大家都以为他找到了真命天子。因为李沁曾经在某次采访中被问到对于置顶的单身声明怎么看时，他直接表示，如果有一天恋爱了的话，会撤下这条置顶。当时这个消息也一度引起轩然大波，人们开始纷纷猜测李沁的男友到底是谁。无独有偶，那个阶段被视为他前任的杨洋曾发布了自己一组逆光拍摄的照片，地点在敦煌。没过多久，李沁也发了一张光影感十足的照片，乍一看和杨洋所处的位置非常相像，也特别像一组情侣照片。还有网友扒出，当时杨洋确实正在敦煌拍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，而李沁也刚好就接了一个在敦煌的活动，因此被疑偷偷复合。除此之外，当时还有人猜测李沁的男友可能是王嘉尔，理由是2人录制《跑男》时曾经非常亲密，男方自然地搂住他的肩膀。不仅如此，2人在节目中的互动也相当有爱，特别登对。眼看着关于李沁谈恋爱了的说法愈演愈烈，其工作室的工作人员马上出面回应，称撤掉单身声明是因为沁希望工作室可以撤掉，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。言下之意，以上的2位男友只是观众的脑洞大开而已。次年，31岁的李沁仍旧是单身状态，他随郎殿下剧组一起录制快本，节目中又遭到了王大陆的咸猪手，导致不少网友看过之后骂声一片，觉得男方没有分寸感，令人不适。那之后，李沁再也没有传出什么绯闻了，直到如今，他先后凭借人生之路、梦中的那片海努力转型中。纵观以上6、7段所谓的绯闻，李沁仿佛集齐了曾经爆红过的一众男星，杨洋、邓伦、肖战，甚至是王嘉尔。但是结果呢？没有一段是官宣过且被大众认可过的，想想也挺可惜的。诚如他自己曾经说过，人生往往就像飘在空中的气球，我们越想往哪儿，风就越会把我们吹向不同的方向。但我相信，老天爷的每一次安排都有他的用意。从众望所归的闺门旦到万众瞩目的大明星，李沁走了一条与曾经规划中完全不同的路。他因此遭受质疑，却一步步走向坦途。虽然冲击顶流始终相差了一步，但起码也挤进一线，实打实的红过。在入行的15年里，李沁遇到过许多优秀的男星传出暧昧，但最终均没有得到如意的结果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毕竟人生路还长远，相信之于他对的那一位总在路上。